我也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我叫尹若霞，我来比的是。 客气。有趣，此人竟是换了个身份。怎么，这么好看吗？看傻了都。不是，我怎么看他的眼睛那么眼熟？你怎么看谁都眼熟啊？在建林那会儿，你不看我也挺眼熟的吗？没少用这招套近乎。呸！别瞎说。唉。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她跟仙子姐姐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。赌，到赌场来比赌，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。 尹落霞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？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 上官图、叶子戏、马调、天九、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。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啊，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呵，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叶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 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、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，嘿。 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
361一只鹅，神仙救我！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九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老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哈。双地妈梅，好牌。哎，不算最好的牌。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。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地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这至尊宝当然摸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这什么运气？你看出这么大，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。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？我这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晚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啊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李鼎芝，他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，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朝洗空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。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！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事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出世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
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哎，看时候应该快学了，还不出来，还不出来，少爷，没变。哎，进去有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1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着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，此方天地一切逻辑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糊了！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，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诸葛云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，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
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！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那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我当这酒中仙。未来酒仙的酒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我百里东君，铜球考。就这合适吧？这位考生，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人，你、我还有涂大爷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评判这场对决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这酒香啊！好酒，比我们千金台的金银水也毫不逊色啊！不错，确实好酒，酒香醇厚，入口绵柔，不是凡品。那就尝尝另一杯吧。这酒晶莹剔透，也没有什么酒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不说这是酒，我还以为是水呢。不过闻起来倒是清香沁脾。好清甜。百里东君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过早。过早？为何叫过早？因为它本可以酿很久，却为了让人提前喝到，过早的拿了出来。不过这陈酒有陈酒的香，过早的酒也有过早的清爽。而这一杯并不适合嗜酒之人，更适合温柔的女子或者清癯的老者。酒有千百味，并非其中某一味就是最好的。灵素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位小兄弟，我能不能再来一杯啊？欲求必有。同样是一杯，涂大有点贪心啊。好熟悉的味道。涂大爷喝过这过早酒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过早不过早，我只知道这酒里啊，有娘亲的味道。从小娘亲每年都会给我酿这种酒。我想我的娘亲了。失态了，失态了！啊！这酒也让我想起小时候，竹马成双，早的刚刚好。东君，你说这酒适合温柔的女子和清癯的老者，可现在看来，像涂大爷这般豪情的男儿，还有叶鼎之这种漂泊行客，也爱这酒。人有百态，酒中千味，谁知道恰好选中哪一位呢？好，这酒呢也喝过了，那就让我们来尝尝这肉如何。我这里也是，欲求必有。柳月不让我进，你们也不让我进，我还是他师兄呢。
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柳月这家伙不会整我吧？尝尝吧，诸位。再来会儿。这羊肉似是芒果的。芒果？叶挺之，你去过芒果？北蛮吗？去过的。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祭神会，这羊腿足足烤了6个时辰。叶鼎之，你不单单只是去过，而是在那待过一段时间吧？这羊腿的火候、步骤，可不是去过的人能够烤出来的味道。是，在我心中，游历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，而是要真正的融入到那里生活。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，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？叶鼎之，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，经历到如此丰富。我最北去过北蛮，最南去过男爵，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，东边也曾扬帆出海。这世间之大，我只怕去的不够多，去的不够远。哎，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他还活着，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。你不是最讨厌这段场面，以为你完成了出世，便不会再出现了。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。哎，雷兄，你说这次中试谁会震惊全场？叶鼎之、叶落霞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高手？这些选项中怎么没有你啊？你让我怎么选？不愧是自家兄弟啊！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说这次中试谁会震惊全场？是叶鼎之，还是叶落霞，还是我？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兄弟？叶鼎之，你有病啊！不，实话实说而已嘛。你现在啊，要是想要震惊全场，还太早了。哎，你们到的可真早啊！哈哈。没有我在，你们一定很尴尬，你们一定很没有话聊吧？那可不是，2位公子已经并排站了小半个时辰，彼此就说了一句话。正常，放心吧。一会儿呢，就由我负责来把控这全场。他们2个太没劲儿了，要是由他们来介绍规则，底下的人都紧张死了。而我可就不一样。你是不一样，你可以从早说到晚。他们困了，自然就不紧张了。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行了，你们16个人现在就算是进入我们学堂的中试。根据我们中试的规则，你们必须4个人分为1队，一共分为4队，每一队拿到一条线索，然后你们得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最终的事物。谁先找到这条事物，你们就可以拜入学堂，而师傅就会在你们4位中挑选1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师弟。当然，仅凭一条线索就要找到最终的事物可不容易。如果你们能凑齐4条线索，相信答案将会清晰明了。所以啊，打败其他小队，夺得他人的线索，才是你们胜利的关键。那靠什么组成小队？需要抽签吗？自己选吧。自己选？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啊。要不咱俩一起？你们确定这段时间还不熟悉彼此吗？谁的剑术好，谁的毒术好，谁的轻功好，谁又最难对付？难道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吗？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你们所有人的来历，查得到的，查不到的，
大家心里没数吗？一个个都是聪明人，别在这儿装单纯了。你们啊，有这闲工夫来这儿抱怨这些事儿，还不如早点选择自己想要选的人。毕竟时候不早了。周末，你提点的太多了，半个时辰，开始吧。让一下，让一让。弟兄，哎，老怪，让开，让开！来，要不我们一起吧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吧。这叶鼎之还挺受欢迎。等等吧。几天前，叶鼎之在城内阻止了一场械斗，武艺之高，震惊天启，这你都不知道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小姐，是否愿意同我组队呢？是他。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的真容，但机会奇门遁甲，气息如此相似，不会有错。他若来了，事情便麻烦了。怎么，小姐另有打算啊？我若是另有打算，你莫不是会有意见？哼，自然不会，只是希望殊途同归，能在终点跟小姐相见。现在可麻烦了。等等吧。叶兄，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的考虑一下。叶公子，叶兄，来，叶兄，看来你的好兄弟要比你更受欢迎了。我有一份详细的计划。扛揍，我提好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肯定比他强。叶公子，给我一份。你要我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两个组队吧。我们？姑娘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？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选的我？你不要多想啊，我选你呢，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。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就该跟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我看了这一圈考生，对你很顺眼。虽然这么说没问题，但是我……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的考虑一下吧。叶公子，哎，烦请各位让一让，多谢各位的抬爱啊！但是我已经有我自己的选择了。叶公子，多谢多谢，我选。考虑一下，叶兄。叶公子，想不到你会选我。请让让。我选你。哦，你为什么选我？你长得好看。行吧，你也不错。我听你们说，长得好看的人要跟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个诸葛云长得倒是不错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只可惜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对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下夏侯孟定，愿和二位结成一队。在下赵玉甲，也想和二位结成一队。我知道你是那个变戏法的。在下会御兽之术，在这天启城中赫赫有名。我也会御兽之术，江湖之上别无对手。我说兄弟，你是故意和我作对吗？如实所言罢了。那我们就比比。太乙狮子诀，他来自望城山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看来这一次考生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！这玄门的高手都来我们大考凑热闹，看来我们学堂的威名已经震慑天下。
怎么样？你的寿还遇不遇了？不遇了，告辞。那个，我可以。我不止会变戏法。告辞，告辞。原来是你呀，赵玉甲，不选我，我可就走了啊。哎，选。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挺不错的，跟我们是一路人。那我们的队伍便算是成了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虽然长得很好看，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。叶公子有什么打算？事关紧要，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百里，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。我快，好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三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，精妙无比啊！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做梦啦？梦到东君了。哦，梦到什么啦？梦到东君学会了我的瞬杀剑法，还把我教他的三飞燕改进了一下，成了一门新的功夫。这还真像是白天里会做的梦。百里小公子，我这一招袖剑可算是过关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只是试探，过没过关，你问他。姑娘，学堂中事凶险无比，自然要选择有一定实力的队友，不要怪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队友了。他们四个竟然凑一块了，强强联手，胜算更大了。胜算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小了？师傅只收1名弟子，若他们赢了，你觉得师傅会选叶鼎之还是百里东君？先生从不收最好的，只收最有趣的。而你是个例外，你很无趣，但你无趣到了极致，反而变得有趣了。所以先生才收你为徒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趣？是挺有趣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叶鼎之比你更有趣。行了行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组好队了吗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试的场所会在哪里啊？师傅，师傅。下一场比试的地点便是这整个天启城。天启城。那么何时开始呢？自然是现在。你们的百里小公子还着急考完试赶着去喝1月1次的秋露白呢。
你还知道这个？我方才去了一趟碉楼小筑，取了这个月的最后一盏。哎呦，糟了，你恐怕喝不着了。嘿，你这老头儿，小心我给你抢过来！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少年不惧江湖老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便静候诸君了。他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古有云：“齿素如矮雪，以毒结霜里。欲知心底事，还取府中书。”总之就是这鱼肚子里边有线索，分别藏着未申酉戌4个时辰。一会儿呢，你们每个小队派一个人上来，抽到哪个时辰，哪个时辰出发得了。出发之前，墨尘公子会将锦囊交到各位的手中。对了，若是有小队最先找到最后的答案，这高台上的金钟就会敲响。到时候，烦请各位考生回到学堂集合，明白了？那就来吧。为什么我们每队出发的时辰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队都只能拿到一个锦囊，每个锦囊就是一个线索，总共4个线索。先出发的人则可以博取先机，或是隐匿，或是尽快破题；而后出发的人则可以关注先出发的人的方向，或是寻找，或是守株待兔。若是同时出发，那还比什么呢？直接在这里打一架，赢的人拿着锦囊去找答案不就好了？哟，不错呀，这位考生，看来你对中式的规则了解得很透彻呀。行了，你们每队派一个人上来吧。小赌王，自然是我了。抽到未时的人是最早出发的那一波，可抽到戌时的人还要等3个时辰，在这3个时辰间，他们就可能已经找到答案，所以比试现在就开始了。申时，不错，率先出发难免会沦为众矢之的，申时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不愧是小赌王，厉害！你还挺会拍马屁的。你一定单身吧？闭嘴吧你！你说魏时会是哪一队啊？魏时，这儿。魏时，酉时，戌时，魏时的队伍出发吧。好可怕的对手，真是令人担忧。你有什么好担忧的？你又不用考试。赢了的人会成为我们的小师弟，可我不希望跟我们做师兄弟的是这个人。连我这样的师兄，你不都忍了这么久吗？我才是师兄。行，你是师兄，本来就是。你自己疯的。二龙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浪费了我这招声东击西。既然逃不了，那就打吧。 4个打1个，还怕我们拳头不够硬吗？你跟他对一拳，就知道你的拳头硬不硬了。虽说我刚踏入江湖不久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此人为逍遥天境，咱们几个金刚凡境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不是金刚凡境。
我是自在地境。那你还来拜什么师啊？谁说我是来拜师的？我师尊吕素贞乃是世上行走的真仙，可不比李先生差。我是奉命来此历练一番的。东君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自在地境。我才是那个丑角。不打了，你们4个走吧。为何忽然放了我们？刚才你们有机会抛下那个用剑的小子独自逃跑，却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谓学堂的考核，不过是一个我满意。若要你们真的打过我，才能算作通过，那还拜什么师？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老师了。你们以后也需记住这一课，不管何时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同伴。鼎之记下了，玉甲也记下了。玉甲真是个烂摊子。都说了让你小心点儿。前辈教训的是。哎呀，再多赠你们一句话吧，只靠你们自己的锦囊是无法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，所以你们还得去找其他几队人，只有集齐4个锦囊，方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晚去不如早去，走吧。多谢前辈。谢了啊，还知道救我。今年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错。你还好吧？不太好，我体内的真气在四处乱窜。刚才那个怪人该不会是以为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，所以用了狠力。我得马上调息一下。我来帮你运气，很快。你需要多久？少说得小半个时辰。他这伤必须现在就治，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诸葛云，我们少一人也不好对付。我为你们护法。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。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专心疗伤吧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年轻而绝世的少年，齐聚于这座集世间繁华于一处的城池，并肩作战，在屋檐之下对坐疗伤。这本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好的事。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，今日这里应该只有1队人来才对。我们探得一些消息，有人伪造身份混入了学堂大考。不错，有个年轻人是吕素贞座下大弟子王一行，不是什么赵玉甲。不过以吕先生和李先生的关系，此事李先生早已知晓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是什么赵玉甲，还有其他人，只是没想到
我们来晚了一步，他们走了。小先生，我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个小队，队内的4名考生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那个诸葛云呢？诸葛云死了吗？是的。诸葛云死了的话，咱俩猜错了？白小棠的消息向来很准，我们去看看。诸葛云是诸葛家的人吗？我随你们去。其中3名考生死状惨烈，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法看。我们已经派人去信，告知他们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变态？这些考生跟他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手杀无辜之人呢？诸葛云死的比较特别，尸身上也没有那么多伤。这边。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凶手肯定对诸葛家是有独特的情感，不然这个诸葛云死的也不会比别人漂亮那么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快派仵作过来验尸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诸葛云吗？他不是诸葛云，而且他不会武功。替死鬼。这个诸葛家的人，你们就一直没有看穿吗？没有。虽然学堂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他所使的武功确实是奇门遁甲。我想，我猜到他是谁了。只是，如果是他，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有意思。不过我们来不来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果然是仵作使，而且惊人，仵作双尊都来了。诸葛云？不对，你周身的内力波动，不是诸葛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你便无需管了。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你。你先替他疗伤，现在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。无名小辈，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果然，有你这个双瞳老儿在，就没什么好事。诸葛云，等着！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，此次来的是仵作使？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仵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伤，先静观其境。临兵斗者借阵列前行。
9字真言，有趣。这是不动明王宫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逆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动你心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直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。有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了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，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登场了。山雨来风满楼，红烛动，莺摇曳。秋水时节，百川贯河，清流之大，要死如鸦之间。快意，谁能把渔舟留在很好。谁闻萧瑟声，清晨快转四影，一去无心舟。每天饮酒血恋，何须刀剑悬？只盼星光梦前，我就无生一人执念，不退还。谁闻萧瑟声，倾城百转四你所说的大道我还没有找到，但我只能沿着你的路，再自己挣。只盼星光梦前，因壶酒生死相许，复还世间变幻。谁说年少狂，不知天外有天，就满意云知。只要四海看见，谁说江湖险？心若浮躁沧海，我就不生一人执念，不退还。谁的眉举赤手遮天，谁的夜色忽隐忽现，就在前方趁机显幻，佛在龙潭一世深浅，凌波敢步步一剑，心怒把豪情当前，中传说自古英雄。这就是西楚剑舞。出少年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
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啊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定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：天不出朱雀离泣，君不见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四灵以争四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取法宴。这首诗既然以四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四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。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四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一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，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，这样也好。走吧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长了一副好皮囊，就是好啊。王妃何出此言？如果是你躺在这里，就喝不到这冰封水了。我长得也还算是玉树临风吧。可差远了。
宣子，宣子。没事。叶兄弟，你醒了？你醒？你小心一点。师兄，王少侠。这位是洛清扬，是影宗大弟子洛清扬。我们曾经见过。他是洛清扬，那他……云哥在这里。他是我去。发什么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景玉王妃。不要叫王妃，我还未过门就不是王妃。王少侠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亏王妃和洛兄及时相救，没有伤及内力，现在已无大碍了。那外面没有高人在追捕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皇帝陛下可是给我望城山玉瓷果至清牌匾，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上宾以待。那晚只是个意外，意外。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就送二位到这儿了。线下任务完成，我也该回望城山了。多谢王师兄一路照拂，山高水长，我们有缘再见。有。风有。跨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界限，我望向这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即使终于烟雨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强呼唤，风吹云残命不凡。置身事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？一念纵身俯瞰，刀剑出鞘，漫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。赤冲云上，悬浮间，熄灭四方。踏破风浪，醉舞四方，屈服苍生，义无妨。
狂，青山之巅里我不成一时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强呼唤，风卷云残命不凡。置身事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？一念纵身赴看，刀剑出鞘，漫天飞翔，一战天下的夕阳。百里师叔，您先请吧。啊！踏破风浪，醉舞四方，几乎苍生义无妨。青山之巅里，我共成一时狂。哎，他竟然闪开了！哎呀，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哎。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用我玩剩下的招？我可是钱东城小霸王，下次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的开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们言归正传，开始学堂拜师礼。百里东君，尹落霞，我叫萧若风。当然知道了。我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七弟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管我叫七师兄和七师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师兄。小师兄，七师叔。学堂李先生座下六弟子，洛轩。六师兄。六师叔。学堂李先生座下四弟子，莫六月。小黑。五师叔。师傅。哎呀，这有徒弟的就是不一样，你说是吧？哼！哎，快起来！墨尘师兄，柳月师兄。哟，这不是凌云公子顾剑门吗？顾剑门，也就是你的三师兄，哈。而我，乃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二弟子，也就是卓墨公子，更是你的二师兄。二师兄，哎，还是雷二听起来更亲切一点啊。没大没小你，叫一个，给你个面子。哎，二师兄。二师叔。啊，师弟好，师侄儿好。哎，大师兄呢？就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一入门开始我就是二弟子，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他们应该也没见过。师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，
真是个奇怪的人呢。说对了，师傅说过，这人呐，要是越奇怪，就越有可能成为绝世的英才。你看我多奇怪，柳月也奇怪，他们也奇怪，而你，这么说你是在夸我喽？当然，师傅更是奇了个大怪。雷儿，你话太多了吧？得嘞，师弟，走你！是，一定要这样吗？这份大礼我可受不起啊！这是拜师，又不是拜堂。师傅，董爸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很好，嘿嘿嘿。哎，你刚刚叫我东巴？雷尔剑三柳四，黑五炫六风七，到你这儿可不就是东巴了吗？我说师傅，你真的好无聊。是啊，是因为我实在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，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那你到底活了多久啊？想当年我一见震天引得仙人从九天下凡，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。嘿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，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一番。”后来这一幕啊，被诗仙看到了，所以便有了那句诗：“仙人扶我顶，解法寿长生。”你说我活了多久啊？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假的。这徒弟怎么这么笨呢？都说江湖险恶呢。哎，这样吧，1个月之后我带你去游历一番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为何是1个月之后啊？你不是想喝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吗？这秋露白啊，1月只出1次。糟了，这个月的份额已经没了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等你喝够了，咱们就启程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曾有人隐约跟我说我是天生五脉，方才王师兄告诉我，易鼎之他也是天生五脉。到底什么是天生五脉啊？天生五脉，天生五脉是一个幸运又不幸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答疑解惑就到此为止了，我困了，困了。不是，真是个奇怪又倔强的老头。来，告诉我，师傅究竟给你取的什么样的名字？师傅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叫做百里八。但是莫小黑说师傅那么懒，他只可能取2个字的名字，他觉得你应该叫做李八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东巴。咦，哎，对了，师兄们，师傅跟我说他活得可久了，这老头到底活了多少岁啊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。去年吧，他刚过完他的80大寿，今年刚过完70大寿，明年估摸着也该过100岁宴了。他老人家就这样，出门就一张嘴，张口就来，甭理他。东巴，雷二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二，这道叫笼中鸟，
这一碟叫江湖远。叶公子，请。洛兄不吃吗？我师兄他平日苦修，只喝淡茶，吃粗食，就不管他了。那王妃特意做这2道菜给在下，是想说什么？都说了不要叫我王妃，我不想做这所谓的王妃。好，那姑娘想说什么？不如问问叶公子为何留下？救命之恩，自当相报。不愧是我救下的人，我一打眼就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、重恩情的好人。难道不是因为生了一副好皮囊啊？其实我昏迷的时候，你们说的话，我都能听到。不要脸！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姑娘想让在下如何报恩，在下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用那么严重，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。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平时虽然师兄在，但师兄又是个话少的，所以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他如今过得竟这样不开心。你叶子露头发上了。原来是叶子。我叶鼎之虽然武功还不是天下一等，若说文采，那也算是差强人意。可若论去过的地方，姑娘怕是找遍整个天启城，也找不到如我这般的了。哦，那你都去过哪里？我先是去了西域32佛国。哦，那边有一座很有意思的城，是座空城，名叫木梁。13岁的时候，同我师父去了南绝，一边走一边练武。最南去过沐风之海，后边呢，我就去了北边，去了北蛮最北面的城市碎叶。我听说北蛮的人都很凶悍的，他们只要谁赢了谁，就能抢走他的帐篷，还有老婆，直到下一个人来抢。不是的，北蛮的民风其实很淳朴的。我记得我当时去了那边，住在一户人家，他们那儿跟我们这儿差不多，都是一室一双人。丈夫呢，每天早上就会出去打猎。哦，他们那边的草原特别大，一望无际的。
我说二位师兄，你们私底下互相揭开盖头见过面吗？师弟，这个不叫盖头。小师弟，你应该多读点书。嘿，别避重就轻了。对了，这不是祝贺我入门的宴席吗？来了我朝思暮想的雕楼小筑，是不是有秋露百合呀？秋露白1月只有1次，今日怕是没了。唉，可惜了，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师傅给我留下来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吃饭不叫师傅吗？哼，小师弟，一般情况下来说，在这种场合不能叫的。什么场合？为何呀？啊，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不说了吗？没喊你们就别进来。门外有位客官让我问问几位公子。问什么？说。先生没到，应该开席吗？好。一起喝酒，躲什么呢？师傅，坐。熊儿，你也坐。叨扰了。谢轩，好久不见。雷儿，这位是？没大没小，你猜呗。还真以为我不知道啊！既然你们都认识他，他要是师傅带来的人，那北篱八公子里面，除了素未谋面的无名师兄，还有远在西南道的顾三师兄，那就只剩下清香公子了。聪明啊，小东吧。师傅好久没有跟你们一块喝酒了，这么大手笔，应该是老七请的客吧？你们这位新来的小师弟小东八初入师门，是应当好好庆祝庆祝。你们说吧，想怎么喝，为师奉陪。先生，今日东君刚刚进入学堂，我看要不我们就去算了吧。哎，怎么能算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敬师傅。哎，好东八，来喝酒，干！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好酒好酒，老七，我跟你说，一个男人在家最重要就是地位。李新月在我去百花楼的时候，他都会帮我结账。师兄，东君啊，你现在知道，我们为什么不叫李先生了吧？百年不忘人间梦啊，千杯不醉得长生啊！当年诗仙可是为了我写下这首诗的，各位，怎么都醉了呢？真没劲。东八，我看就你酒量最好，来陪我喝一杯。干！干不了。离开九龙寺呢，就到了佛国。说到佛国，我在佛国还拜了一位高僧为禅师，学了1月佛法。再后来呢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，他是个剑道宗师，来自南莒。师父，东八，
你初入师门，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真的假的？还有礼物？当然是真的。为师可是从不说谎的李先生。星儿，小白连服30杯，指尖浩气，响春雷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书酿的，也不是普通的酒。你之前的师傅古尘也看过此书，如今我把它送给你了，收好它。是戒。多谢师傅，多谢清香公子。酒喝完了，该打一架了。好强的剑气！你们瞧瞧，你们瞧瞧，比宣六还要做作的人终于登场了，闹这么大动静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似的。可是师傅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剑仙羽生魔啊。李长生，好久不见，好像也不是那么想见你。他是男的？他是男的。可为什么他练的是魔仙剑？魔仙剑传言乃凡人向魔神借力，传下剑谱，修炼此剑者极易遭到反噬。他就是在试图强压魔仙剑反噬的时候出了岔子，以至于身子虽然是个男儿身，但面容却越来越像女子。羽生魔，你从南绝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找人。我不是来找叶鼎之的。你知道？哎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他在哪里？什么他呀？他是谁啊？别装傻，叶鼎之，他在哪里？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是他师傅。你说是就是啊，他还来参加学堂大考，拜我师傅为师傅呢。荒谬！起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剑仙之间的对决啊，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决人间之华彩，引天地之共鸣。陛下，是羽生魔的旋风剑。父皇，羽生魔他一定
一定是来找那个叶云的。那乱臣贼子多年藏身男爵，习得一身高绝剑术，一定是羽生魔的徒弟。父皇，您不能再犹豫了呀！他是来报仇的，他要儿臣的命啊！儿臣虽然死不足惜，可儿臣更担心的是父皇您的安危啊！父皇。发布通缉令，全城搜捕叶鼎之。遵旨。哎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我师父，他是来找我的，我要去见他。你不许去，姑娘。是你说要留下来报恩，要给我讲完故事的。我并非要走，只是我师父若见不到我，定要搅乱这天气。姑娘，我答应你，我见过师父之后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我不信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别哭了，我真的。真是难得啊！所以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怎么老神出鬼没的？李长生和羽生魔一共对决过3次。第一次，李长生已是天下闻名的剑客，而羽生魔才刚初入江湖。羽生魔挑战李长生，败于他的一剑之下。由于当时羽生魔并无名气，故此这一战几无人知。第二次，李长生依旧一剑胜之，羽生魔见折，故此改练魔仙剑。第3次无人得关，不过往后的8年，羽生魔再未踏足北离。所以你是来干嘛的？此乃绝世对决，自然是来记录的。李长生，这一战你必输。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打完这一仗，学堂得赔不少钱呢。谁啊？这么少？不是，这就打完了？没那么快。同犯异色，这是走火入魔了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说法。的确是走火入魔了，不过不是普通人练功的走火入魔。羽生魔自愿入魔，以身入魔，得成无上剑法。你啊，真是数十年不改的做作。
不闹出点大动静，就不像个高手似的。剑落。天阵。胆大放飞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打雷劈？你这个成语用的可真是不好。他们人呢？该不会是让雷给劈没了吧？我这才刚拜完师，还什么都没学呢。打完了自然就走了。打完了？那他们谁赢了？你没看清楚吗？你看清了？我自然看得一清二楚。搞什么啊？就我岁数我没看清？他在吹牛，他也没看清。那你看清了？果然是天下第一。纵然我算遍天下，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竟会是这般模样。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，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